5月21号，澳大利亚将进行联邦大选。随着大选临近，加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峰会将在美国总统拜登下周访亚之际于日本召开，澳政坛加大炒作中国议题力度，各路政客跳出来做无底线反华表演。中国海军海王星号侦察船近日出现在南太公海，竟遭澳政府恶意炒作，称中国情报船现身西海岸。观察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一面倒向美国，充当反华急先锋，严重冲击中澳关系。在去年澳方加入美国组建的 AUKUS 小同盟后，愈演愈烈。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对澳政坛反华歪风表示忧虑。澳大利亚国防部官网当地时间周五发布声明称，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收集船出现在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附近，沿着澳大利亚西海岸行驶，到达埃斯克茅斯附近，然后改变航向，沿西北海岸向东行驶。经证实，这是中国海军海王星号侦察船在南太公海进行的正常航行。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引述澳防长达顿的话称，这是中国海军舰艇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向南航行所能到达的最远距离。达顿声称，中国军舰南下到这一水域是史无前例的，澳军正在密切监视海王星号。I think it is an aggressive act, and I think particularly because it has come so far south. For it to come south of Exmouth is without precedent. 不过，澳方自己也承认，中方此举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周六，在被问及海王星号出现在澳大利亚附近是否触及澳方红线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全世界都允许航行自由，中国海军军舰没有进入澳大利亚领海，海王星号没有违反国际法。但莫里森话锋一转，又表示，海王星号的出现令人担忧。澳大利亚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项目负责人休布里奇表示，在距离大选仅有1周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总理和防长先后在竞选活动中宣布海王星号的消息，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另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国军舰抵达这一海域的次数和频率远不及美国和澳大利亚舰艇抵达南海的次数。对此，澳大利亚政客们心知肚明，因此明显是故意炒作。近2年来，澳大利亚跟随美国节奏，频频主动对华挑衅。今年2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中国海军舰艇于当月17号使用激光照射一架在澳北部空域飞行的澳军反潜巡逻机，并指责中方相关操作不安全、不专业，又声称给澳国防军士兵造成巨大安全威胁。对此，中国国防部直接公布了澳侦察机过度接近进行侦察的视频，以正视听。谭克飞表示，澳方声明有关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从我方舰艇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澳机与我舰距离很近，还在我舰周围投放声呐浮标。这种恶意挑衅行为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给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威胁。澳方还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如此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澳大利亚这个莫里森政府现在在此次大选中一个惯用的选举的伎俩，就是炒作国家安全，它支持率很低。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把他的视线转向了国外，希望选民通过这个国家安全上这个议题上来给自己加分。近日，经中所两国政府批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所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有观察指出，中所之间的协议实际上与澳方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协议相似，但此事却遭澳方反复恶意炒作。澳总理莫里森上周在一场电视辩论中就誓言要和盟友一道阻止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称中所合作是跨越红线。实际上，就在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对此进行了澄清。汪文斌当时表示，中所安全合作基于相互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无可指摘。所谓中国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完全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假消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有一种在南太地区的这种霸权思维，就认为这个南太岛国是他的地盘，别人是不能动的。这个也就导致了为什么在这次大选之前，他大肆的炒作中所安全的议题，就是希望向这些所谓的他的小弟们来进行一些敲打。莫里森政府之所以大打反华牌，是因为他领导的保守派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于反对党。最新民调显示，差距已经达到8个百分点。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民调显示澳大利亚选民最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尤其是不断上涨的能源和生活成本，极大打击了莫里森政府的执政根基。但莫里森对此无计可施，却将矛头指向中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前2年炒作所谓抓中国间谍，到达尔文港租约，再到现在的中索关系和海王星号，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政坛近年来刮起的反华歪风愈演愈烈的直接表现。实际上，澳大利亚两党在指责中国方面都十分卖力。China is forward-leaning. It's more aggressive in the region, and it's trying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Australia needs to respond to that.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政客的拙劣表演也引起一些前政要的担忧。澳大利亚前总理4月份在出席新书发布会时，就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健康的外交政策应该创造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的印象，了解对手想要什么同样重要。而美国在印太的冒险，以及美国政府长期在对华关系上陷入自说自话，值得澳大利亚政府警惕。陆克文强调，中国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应该正视这一事实。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却一面倒地倒向美国。去年9月，美国发起美英澳3国 AUKUS 小圈子同盟，向澳方转让核潜艇技术。而下周，美日印澳还将举行4方机制线下会晤，继续打造所谓的亚洲小北约外交军事小圈子。而在此前的每一次4方对话中，澳大利亚均表现得十分积极。莫里森政府在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更多的打造的一个形象就是美国反华的一个马前卒急先锋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着干扰到这个中澳合作的呀这些事情，澳大利亚几乎都是会干的。他认为就是通过这个逢中必反，可能更多的能够讨好美国。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周三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发文表示，我来澳旅行后一个深刻感受是，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中澳间的分歧，最需要的是相互尊重。两国间难免存在一些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双方应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尊重对方的历史、文化、理念、制度和发展道路，通过沟通和交流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对于一时难以化解的问题，要加强管控，避免影响两国关系大局。